嘿，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這個非常之特別的，對，又是句非常之特別的一場比賽。那其實是什麼東西非常之特別？那其實是這個玩家的那個打法，就是我們的眾所周知，這個遊戲的其中一個受歡迎的一個原因的一個打法，就是我們的普街打法。對，就是不停換英雄，然後進行那些英雄攻擊來 combo 的一種打法。那這次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普街玩家打的這一場比賽。那如果大家記得的話，我對於這個普街打法，就是那個不停切英雄 combo 的那個打法的看法，其實就有點褒貶不一。就是我覺得，它是有這個厲害的地方存在，但是它同時也是有這個非常之大的缺陷所存在的。对。那簡單來說，就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普街打法在2026年，它的收益跟這個風險的比例不是特別的平衡。就是你雖然做了很多這種不同切英雄的那種 combo 但是它最後得出的傷害，還不如抓到敵人一次來開技能來的多。而且你不停的切英雄的話，也會增加你被對手抓到來進行那個致命血的風險。所以呢，我覺得現在普街打法是有用，但是你要承受的風險跟收益不是特別的平衡，不是特別的理想。所以呢，我覺得普街打法是在現在還是很實用的，但是它已經不是現在這個遊戲的那個主要 meta 打法了。對，那所以的話，我會說是褒貶不一對於這個普街打法。對，那今天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普街打法的玩家看的這一場比賽。那已經來到這個第2回合了。那這邊呢可以看到，他是直接把我抓住之後，就用這個火山來把我上一個類似 debuff 的東西就是因為大家知道那些火焰屬性的 debuff 或者是什麼其他屬性的 debuff， 它是有一個效果，就是導致你的那個虎尾不能在你有 debuff 的時候直接使用，就是把那個虎尾封住那其實它的用意是能夠讓它的那個普街能夠繼續順利的執行，而不讓其他的裝備所干預對，那這邊呢可以，那這邊讓他抓到。那這個普街的玩家，他的抓地板的方式其實就不是用這鎖鏈術式，而是用這個功夫熊貓配這個炸彈魔就是可以把人從這個地板拉起來，然後繼續接不同的英雄 combo。但是呢，我們打這種玩家，我們其實最理想的做法就是不要讓他打倒地，不然的話就會像現在一樣被他抓到，然後这繼續他的那個普街 combo。OK， 那這邊的話，普街 combo 那個弱點就來了。那其實什麼弱點？就是技能傳起來那我們就可以盡量用技能進行反擊。對，那這邊呢，我為什麼沒有開技能？是因為我應該是打算把他整個的基本功那個普街的 combo 先看一次。就是讓我知道他的那個整體的那個普街 combo 到底是怎麼樣，然後我們就可以在後期就針對性的進行那個反擊。OK， 這邊讓他抓到，那我們別怕，雖然說是給他效技，但是也是像之前所說效技是按比例來效技的，所以呢，我們一些比較短 CD 的技能還是會存好的。例如說剛才我所使用的造融劍是還有 CD 的。OK， 那這邊的話小一點，我們的血量跟他來相比的話，我們很明顯就少了很多，所以呢，我們就盡量不會讓他抓到第2次，就是不要讓他重複再抓到一次，不然的話我們就會直接死掉。這邊不錯，那抓他直接給他黑衣毛 combo。那因為他這種普街的英雄基本上只會加 CD， 就不會加什麼防禦跌傷那些，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給他個非常致命的那個輸出。OK， 那個輸出讓我們拿下第2回合。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這邊的話省一點，因為他有虎尾，所以我們直接拉開距離扔這個石頭就行了。OK， 這邊呢他又繼續那個抓地 combo 把我抓起來，那不要抓的話，如果在前期階段讓他抓的話，直接換防英雄。那個就是我剛才所說就普街其實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就是厲害的地方就是前期沒有技能的時候讓他抓到，你是沒有這個反擊能力的。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我會用這個狂戰巴薩而不是用這李舜臣的原因，因為這種不停彈裂 combo 李舜臣是反擊不了的，因為大家知道李舜臣他只能在地板上面反擊。他說狂戰巴薩它的用處或者是比較好的地方是，它可以直接斷掉對面的那些 combo， 讓你恢復這個正常的行走的功能OK， 這邊可以。那我們的技能回好了，那回好技能的話，我們就基本上
就不用怕他的一個連擊了，因為有技能的話，可以隨時把他抓住。那個也是我剛才所說的普階玩家的那些缺點，就是因為他需要不停地頻繁地切換英雄嘛，所以的話，他會增加他被抓到的那個風險。那這個也是我為什麼說這個普階打法褒貶不一的主要原因了。OK， 這邊的話可以，那衣服換披風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交換了。OK， 這邊的話解開披風，那把他抓住，那他應該是沒有這個反抓了。那我們這裡就應該可以給他致命一擊。